我崔氏嫡女被太子退婚了，看着太子为了太后宫中的那个孤女，不惜得罪崔家，念着情分，我好言劝了一句：殿下可明白，这桩婚事退了，您的路想必就没那么好走。太子无所谓的开口：姑的路从来都不是崔氏铺的，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我看着他自负的模样，笑了，当着他的面亲手烧了婚书。那殿下可要好自为之啊。阿父，姑心悦于利剑分刺长空，射向箭靶，打断了太子的话。我接过婢女手中的帕子，将弓箭递出。太子心悦于于敬彤，然后想同我退婚娶她。太子面露难色，并非，姑只是想告诉你，乃镇北侯遗孤，为了安抚边将，他不可为侧妃。你我婚事是先皇亲自定下的，不可更改，所以你想让我做妾？由皇祖父亲自教养，身份尊贵，又是父皇亲封的郡主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了。我一步步逼近太子。身份尊贵，太子莫不是忘记了？我崔观一姓崔，乃崔氏嫡女。我的父亲是尚书令，是先皇元后独女昭瑞长公主陛下亲姐。殿下拿于敬彤一孤女同我比尊贵。阿童父兄乃镇守边疆的英烈，你怎可如此？太子若想娶于敬彤，明日自可来尚书府退婚。我崔氏自然不会过多纠缠。崔家作为五姓齐王，纵使王朝更替，崔氏仍然矗立清河数百年不倒，被天下士子尊为读书人、都楷模。我同太子的婚事是太子外祖父一个两朝阁老亲自求来的。我祖父点头，先皇赐婚。我实在没有想到太子能够蠢到这个地步，为了于敬彤一个孤女弃了这桩婚事。不得不说，情爱真的让人失去理智。若是在于敬彤父兄未战死时，我还可以理解，毕竟那时的镇北侯手握重兵，镇守北境数十年，为大燕王朝鞠躬尽瘁。只是可惜天妒英才，6年前北蛮入侵，于家男儿全部战死沙场，独留于敬彤一孤女在世。陛下怜悯于家，亲赐于敬彤为郡主，由太后亲自教养长大。第二日一早，我在房中品着早茶，婢女浓墨便向我禀报，太子他来退婚了。我放下茶杯，面无表情地吩咐浓墨梳妆吧，既然退婚，我们就好好退个干净。浓墨撅着小嘴嘀咕着，这太子也太不知好歹。我们郡主美若天仙不说，还有这么显赫的家世，这上京谁能比过您啊？偏偏为了一个孤女想同您退婚。好啦，这婚退了也好，总比日后相看两厌好呀。等我梳妆完去大厅时，正看见父亲生气地说，如今太子是想把我崔家的脸踩在地上啊！若不是林阁老亲自带你上门求得这桩婚事，我们崔家也不会答应。太子正准备说什么，我连忙上前安抚着父亲。我拍了拍父亲的背，轻声地说，父亲，这婚退了便退了，崔家的女儿还怕寻不着好儿郎吗？说罢，我拿起父亲手旁的婚书。殿下可明白，这桩婚事退了，您的路想必没有那么好走了。太子无所谓的开口，姑的路从来都不是崔氏铺的，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好啊，但此事我们需要说清楚，崔家从未抗旨，是殿下执意要退婚。至于后面的事，殿下需敢作敢为，要一力承担啊。太子昂了昂头，那是自然。于是我看了看父亲，见父亲点头同意，当着他的面亲手烧了婚书。那殿下可要好自为之啊。太子走后，太子来崔家退婚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。当天傍晚，陛下震怒，将太子禁足于东宫。明眼人都明白，这是陛下对崔家的交代。太子仗着陛下的宠爱，为所欲为，就是不知道这样一个不听话的孩子，所谓的宠爱能维持多久？陛下正值壮年，子嗣繁多，其中家世显赫的不在少数。而太子之所以能坐在太子之位，不过是因为母家林家为曾经陛下夺嫡立了大功。但太子母家皆为文官，不掌兵权。而于敬彤虽父兄战死沙场，但于家旧部仍然在军中担任要职。现在细细想来，他们之间也没有那么单纯。没过几日，太子生母林贵妃便送来了不少名贵的赏赐来崔府。随行的嬷嬷一脸笑意地说，长宁郡主，娘娘说宫中的菊花开得很是艳，想邀请您进宫赏菊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禁觉得好笑，但没等我开口，我的母亲昭瑞长公主便嗤笑着，这皇城的娘娘可真会做人，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此话一出，嬷嬷顿时额间冒汗。整个大燕都知道我的母亲昭瑞长公主身份尊贵，是最得先皇宠爱的公主。坊间之人总是打趣说，如果我娘亲是男儿，如今登高位的还不知道是谁。母亲莫恼，母亲作为唯一的中宫嫡出，未出嫁时被先皇宠着，出嫁了又被父亲视作珍宝，从未在谁那里受过气。母亲，贵妃诚心相邀，不好拒了。阿妃爷许久没进宫了，正好去逛逛。母亲无奈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当今的陛下同我母亲并非一母同胞，但自小就宠爱这位妹妹。宫中有进贡的好东西，总会送一份来崔府。林贵妃是一个很温婉的女子，我一进门
就笑着牵过我的手，很是亲昵地同我说话。赏花时，我随口夸一句花好看，他便吩咐人将那些个名贵的花朵送去崔府，我也只是笑笑，没有拒绝。我若不收，想来他短时间心里怕是不会安生。其实于我而言，有这样一个婆母是极好的，性子够温婉，明事理，知分寸。只是可惜了。赏完花，正准备出宫时，我看见了一个让我心烦的人，于静彤。我瞟了他一眼，便无视他继续向前走着。只是没想到，他却喊住了我：“崔冠仪，你站住！”我停住脚步，转身看向他：“你有何事？”见我嚣张的模样，他双眉紧皱：“太子哥哥是我的，就算贵妃偏疼你，他也只会娶我。”听到这话时，我乐了，勾起一丝笑，一步步逼近他。于静彤，小时候我就告诉你，别来招惹我，忘了？小时候在太学，于静彤就不是个安生的，而上京那些个自小在富贵堆里的姑娘们，向来看不上那些粗鲁的武将之女，所有她出来时，常常被欺负，每被欺负了，就会跑去同太子告状。我向来懒得搭理他们之间的弯弯绕绕，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。至于他们之间的矛盾，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你挠一下我，我挠一下你。不痛不痒，甚是无趣。可是后来他和太子的关系越来越近，他又不知在何处知晓我是太子的未婚妻，将我是做了情敌，有意没意的暗示太子，我带着贵女们欺负他。太子也是个没脑子的，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教训我度量小。当时我便气笑了，上前一把将于静彤推倒在地。说我欺负你，那我就欺负给你看，我最恨被冤枉。最后于静彤因为挑拨同窗关系被夫子罚抄字，我趴在他身侧的窗户前，笑着警告他：于静彤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不会受他人气，有仇都是当场报的，下次可别把你的小伎俩用我身上，也别再招惹我了。于静彤愣了愣，似乎想了起来，支支吾吾地说：我和太子两情相悦，你别拆散我们。我想要的没有得不到，你有的只是我不要的。放心，我不屑与你抢男人。说罢，我带着笑转身就走了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后面发愣。回崔府的路上，突然马车停了下来，小厮在外面有些担忧地说：郡主，前面被禁忌卫封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吩咐浓墨前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我见浓墨还没回来，便掀开车帘，正准备看看怎么回事，突然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他勒马停在我的窗前，修长有力的手握住缰绳，腰间配着一把鸾金长剑，悬衣墨发，黑色金丝劲装紧贴他的肌肤，勾勒出他精瘦的腰身。我抬眼看见面前剑眉星目、五官硬朗却又俊美的男人，冲着他笑了笑。秦王殿下可是要查阿谀的车？他端坐在马背之上，薄唇轻启。回崔府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跟着我。他便转身骑着马走了。这时浓墨终于回来了。小姐，锦衣卫抄家呢。什么？秦王在前面开路，小厮便驾着马车跟了上去。过了闹市之后，我正准备向他道谢，没想到我刚掀开帘子，他就骑着大马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嘀咕着：怎么性子还是这么冷？秦王沈彦真是当今陛下的第四子，太子的弟弟，只是他有些特殊。其实说起来，他才是真正的且唯一的嫡子。沈彦真的母亲是陛下还在当王爷时娶的正妃，只是可惜在天妒佳人，让他早早的就走了。世人都说陛下重情，王妃薨逝以后便再也没有立正妃，就连登基后也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可是沈彦真和陛下的关系有些复杂，陛下对沈彦真格外的严苛，小时候常常看见他被罚跪于金銮殿前，他又是个硬脾气，从来不向陛下低头，被责骂也好，被罚跪也好，腰板都挺得笔直。但是陛下对他又很好，16岁时便封王，还将金吾卫给了他。在镇北侯牺牲后，接管边境军权的便是沈彦真的亲舅舅，陛下似乎有意无意的在放权于他，只是表面上他是陛下最不喜欢的孩子。不过这家伙性子那么冷，的确也让人喜欢不起来。自从太子和我退婚后，于静彤越发张扬了起来。定安侯府秋日宴那日，他同太子来时，刻意牵着太子的手在我面前显摆，我懒得搭理他，自顾自地饮着侯府的桂花酿。定安侯的夫人喜酿酒，这桂花酿是他最拿手的，只是可惜每年只有侯府办秋宴时才能喝到，所以我不禁多喝了几杯。喝着喝着，身旁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，在这嘈杂的宴会中，这道声音仿佛在我耳畔私语一般，好听极了。你很是难过吗？我偏过头看着说话的沈彦真，愣了愣，也不知道他何时坐到了我的身旁，朦胧的酒意让我的眼眶有些湿润。我侧过身子，歪着头诧异地询问他：难过？我有难过吗？沈彦真却别过脑袋，拿起酒杯，看着太子和于静彤的方向继续说：你还喜欢他吗？我看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便看见太子在为于静彤包着秋血。喜欢太子吗？大抵是没有过吧。阿父觉着表哥好似比太子更令阿父心息呢。多饮了几杯，
胆子竟这般大了。他偏过头看着我时，我连忙避开的视线，顿时脸颊就冒起了热气，故作繁忙地剥起了蟹肉，因过于慌乱，被蟹壳划的一下。旁边的沈燕珍却轻笑了一声，拿过我手上装着蟹的盘子，自顾自地包了起来。哎呦，你很久都没有换过我表哥了。他的手虽说常年握着刀剑，但却不似那些个武将那般粗壮，反而修长白净，手背上的经脉看着格外的迷人，令我不禁恍惚了。这让我想起来了年少时那个在烈日下跪着的少年。哎呦，殿下您可低个头吧，陛下您还不知道吗？刀子嘴豆腐心，您在这儿跪着，老奴心里可焦着呢。陛下身边的罗公公站在沈燕珍旁边，给她扇着风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。少年似是被念烦了一般，好看的眉眼皱了皱，但仍然挺直了脊背，跪在金銮殿门口。罗六祥，给朕滚进来！他要跪就让他跪着。罗公公焦急地拍了拍的大腿，殿下，您就认个错吧。然后又连忙跑进了殿内，然后我便听见沈燕珍大声地说：“我无错。”母妃牵着我的手，询问宫人是什么情况。我才听宫人说，是因为一匹马驹，三皇子看上了沈燕珍舅舅送给他的一匹宝马，仗着当时自己的母妃得宠，非要讨了去。可沈燕珍是个不好惹的，哪里肯干让，于是两人就在教场打了起来。后来三皇子的狐朋狗友们见三皇子处于下风，连忙上前帮忙。一群酒囊饭袋哪里能和从小跟着舅舅混迹军营的沈燕珍比？三皇子和那群酒囊饭袋都被打了鼻青脸肿，然后气冲冲的回宫和淑妃告状了。你等着我去找我母妃。后来淑妃领着三皇子去找陛下，陛下生气的训斥了沈燕珍一番。明明此事就这么过了，可是三皇子嘴欠，刚出殿门就得意洋洋的和沈燕珍说：“你个没娘的孩子，父皇也不喜欢你，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？”话一说完，沈燕珍就当着淑妃的面又揍了三皇子一顿，然后就被罚在金銮殿一直跪着。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这孩子和母亲一样，从小就没了娘亲，只是我比较幸运，从小有你皇祖父护着，又有皇兄们宠着。然后母亲拍了拍我的背，哎呦，走，示意我上前。母亲这话一说，我便明白了，母亲心软想帮他。母亲进了殿门去找了陛下，我连忙上前拿出帕子递给他，给你，表哥。那时跪着的他和我站着一样高，但是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别过头没有接。我鼓着腮帮子嘟囔着：“你不要，哎呦，可就不理你了哦。”那时候年岁小，总觉得不理别人便是最大的惩罚，现在想来只觉得幼稚的可笑。最后少年还是冷脸接过，捏在了手里：“是给你擦脸上的灰的呀。”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，我站得有些累了，便蹲在了他旁边。表哥，我母亲去找皇舅舅了，你等会儿就不用跪了。稍过了一会儿，母亲便挂着笑出来了，伸手便扶起了沈燕珍。来，阿珍，起来。沈燕珍颤颤巍巍地起身，对母亲点了点头，谢谢姑姑。她走后，我悄悄地和母亲说：“娘亲，四表哥眼睛红红的。”母妃蹲下身子，给我拍了拍衣裙：“你表哥呀，自小没了母亲庇佑，别人对他好他都能记住，是个好孩子。以后阿优看见四表哥被你皇舅舅责罚了，阿优也可以帮他求求情，知道吗？”我懵懂地点了点头。后来进宫时总是看见他被罚跪，不知是养成习惯了还是怎地，纵使沈燕真不搭理我，我还是会死皮赖脸的去找陛下求情。陛下也似乎不是真的想罚他，只是想让他服软，3次有2次总能求情成功。后来他16岁时被封王，出宫见了府邸，便很少见到他了。许是长大了，脸皮薄了，总觉得他不怎么搭理人，再亲热的叫表哥也没用，便叫起了殿下。一碗蟹肉被递了过来，蟹寒气重，少吃些。我红着脸点了点头。宴会结束时，酒意便慢慢上来了。农诺扶着我上了马车，路上马车突然停了，随即车帘被一把剑掀开了，是沈燕真随身佩戴的那把鸾金长剑。我趴在窗户上，探出了脑袋，看见他骑在马背上，月光洒在他的脸上，显得格外柔和。崔爱优，你可愿嫁给我？醉了酒的我本就迷迷糊糊的，于是笑着点了点头。好啊。只见沈燕真嘴角勾起一丝笑，说话算数。我伸出手，幼稚的想和他拉钩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他伸出了手，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然后就放下来帘子，骑着马走了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然后一头睡了过去。醒来后完全把这件事忘了，直到陛下的赐婚圣旨送来了崔府，我才想起自己的荒唐事，咬牙切齿地跑到了秦王府。后面秦王府的管家说沈燕真在教场，然后又跑到了教场，只见他在教场跑着马，见我来了才骑着他的黑马。
慢悠悠的过来。我有些生气，你怎么能趁着我醉酒哄骗我呢？他坐在马上，俯视着我，见我生气的模样，又俯下身，直视着我。崔阿优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一时哑口无言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是女子。他挑了挑眉，不在意的哦，嘞一声，那你想怎样？想抗旨还是怎样？我叉着腰一时理亏，我就是气不过你趁我醉酒哄骗我。他带着笑看着我，好，那我错了，可行？他如此直白的道歉，将我所有的不满憋了回去。见我不说话，他翻身下马，宽阔的胸膛挡住了刺眼的阳光，微微俯身，带着笑看着我。现在可是清醒的。我抬眼直视他，点了点头。那我再问你，吐一次方一次，可愿嫁我？我的脸瞬间通红，转身想跑，便被他伸出手强硬地拉了回去。我倔强地开口，愿不愿有那么重要吗？反正又抗不了旨。此话一出，他脸上有些严肃，但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我才意识到，我好像有些伤着他了。其实嫁给你也还行。然后说完便跑开了，只留他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回府后，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自从赐婚以后，沈燕珍总是隔三差五送些东西来崔府。这一大早又派秦王府的管家送来了件雪狐绒披风。郡主，冬日快到了，我家王爷去京郊猎场猎的雪狐皮，刚叫宫中上衣局的绣娘织好，就给您送来了。雪白柔软的毛领看起来暖和极了。母亲笑着在旁边打趣着，我就说阿珍这小子是个细心的，冬日还没到呢，东西都送来了。哎呦，是不是也该给他送点什么呢？我含笑收下来披风，毕竟他除了送我也无人可送。我觉着母亲说的也对，便亲手给他制了一件墨色大氅，上面用金丝绣出祥云，看起来金贵极了。父亲还在旁暗暗嘀咕着，这冬日喽。为父也觉着冷脸，什么时候有人也给我做一件哟？管家派人将东西送去回来后，告诉我沈燕珍立马就穿上了。我竟觉着心中暖暖的。每年除夕前几日，陛下都会摆宴，邀朝臣家眷一同庆贺。设宴当天一早，沈燕珍便亲自来了崔府送礼，穿的是为亲手做的墨色祥云大氅，她穿起来好看极了。我带着笑在门口迎她，她看见我，面上也柔和了许多。白狐很配你。我看着她骑马来的，不禁询问，冬日骑马不冷吗？我话说完，她温热的手便牵起了我，不冷，你摸摸。宽大的手掌包裹着我的手，这寒冷的冬日竟让我觉得有些热了。宫宴之上，沈燕珍坐在我的身旁，陛下难得的对她露出笑意，对着父亲说，阿优和秦王很是般配啊。父亲笑着点头，几个有眼力见到朝臣也连忙夸赞了起来。但众人没注意到的是，坐在对面的太子却黑了脸。我拿起一杯果酒，看着他旁边的于敬彤饮了下去，眼神中略带挑衅，勾着唇对他笑了笑。我在无声地告诉他，看见了吗？我崔观仪无论在何处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。旁边的沈燕珍伸手捏着我的双颊，将我的脸偏了过来，有些恶狠狠地说，崔阿优，看谁呢？我轻挑一下兔秀眉，顿时反应了过来，眼底的笑意溢了出来。我瞧着，秦王殿下越发俊朗了呢。沈燕珍平常看着凶神恶煞，其实最不禁逗了，连忙收回了手。但我看到了他嘴角勾起的弧度。殿内的火炉烧得有些旺，饮了些酒便觉得心中有些燥热，我便一个人出去透了透气，却不想太子跟了过来。哎呦，四弟向来霸道，你可是自愿同他订婚的。虽然沈燕珍有时是有些霸道，我向来护短，别人说他的不是，我就觉得心中不痛快。我皱着眉看着他，姑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愿嫁他，姑可以帮你同父皇说。听了这话，我有些不悦地开口，殿下还是管好自己的事，再来操心别人吧。听闻太子府的属官们最近有些不安分啊，小心被别人揪了小辫子，自身难保。我话刚说完，于敬彤就冲了出来，一下子站在了我和太子中间，让我显得一踉跄。崔观仪，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？太子哥哥都和你退婚了，你还缠着他。我有些无语地对他翻了个白眼。太子连忙拉过于敬彤，阿童，是我来寻阿优的。于敬彤一听，顿时炸了毛，眼中水盈盈的像是气急了。太子哥哥是骗阿童的吗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？我懒得看他们都别扭现场，转身想走，没想到于敬彤竟然拦住了我。我看他气冲冲的模样有些恼了，一把将他推开，谁知他竟然一踉跄，没站稳，跌坐了下去。太子连忙上前将他护在怀里，我见他嘴巴一撇，顿时知道他要哭，冷声呵斥，不许哭。许是被我的气势吓到了，
将哭声憋了回去。我抱着臂看着他们俩，今天我就说明白了，我崔观仪自愿同秦王订婚的，他没有逼迫我。还有，秦王他好极了，是我心仪的夫婿，我也从未喜欢过太子，我也不会破坏你们所谓的感情，明白了吗？太子猛地抬头看向我，哎呦，你从未喜欢过姑？我坦然的点点头，曾经懵懂无知，只觉得我是崔家嫡女，将嫁给你是做理所当然，现在便觉得嫁给一个满心满眼爱我之人才是最好的。太子当听懂我的话一样，继续问我，从小到大，你对姑都没有过真心吗？我正准备开口，沈燕真便来了，霸道的伸手扣着我的腰，冷冷的开口，他说得很明白，他看不上你。说完便牵着我的手进了店。我小心地观察着他，发现并没有生气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唉，这太子真令人心烦，既要又要的，也不知道于静彤这蠢货看上了他什么，简直一个莫名其妙。我和沈燕真的婚事定在了春日，大婚那日阳光很是明媚，堂兄背着我出了崔家大门，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将我放上喜轿，团扇半遮面。我看见沈燕真竟然亲自来迎亲了，大燕的皇室子弟大多都不会亲自来迎亲，见他来了，我心中开心极了。当夜沈燕真带着酒意接下来团扇，清幽难着诗，愿为双飞鸿，百岁不相离。我见他眼眶通红，没有说话，他轻手轻脚地帮我取下凤冠珠钗，一滴滚烫的泪滴在了我的手上，我才意识到他哭了。我刚要转过身看看他，他就一把将我抱起，放在了床榻之上。我坐在床榻上，看着他单膝跪在了我的身前，握着我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：阿幼，儿时算命的先生说，我这一生亲缘浅薄，注定孤独。从前我也这般认为，但是你递给了我一张锦帕，拉着我的手将我在金銮殿前一次次扶起，让我觉得原来是有人关心我的。我一直知道你是太子婚书上的妻，所以我不敢同你亲近，因为我怕失去，怕有一日你会站在我的对立面。而是也艳羡你总是肆无忌惮地跟在太子身后叫着哥哥，当时也生出过阴暗的想法，将那抢过来多好，当我一个人的妹妹。后来你慢慢长大，亭亭玉立，耀眼夺目，午夜从梦中醒来，竟对你生出来龌龊的想法。后来我才意识到你在我心里早就留下了种子。好在你和太子退了婚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告诉你我心中的喜欢。好在我得以如愿娶了你。我的眼泪像是不要钱一样大颗大颗大往下掉，我从来不知道他淡漠的外表下藏着那么热烈的喜欢。我捧起他的脸，带着哭腔认真地说，日后你不会孤单，你有我，我的家人便是你的家人。然后吻上了他的唇，以后让平芳我好好爱你吧。月之上影斑驳，红烛暖帐现双影。大婚后沈燕真便忙了起来，陛下交给了他许多的公务，偶尔回来时已经是半夜，怕吵着我，常常一个人睡在书房，偶尔1次2次可以，但是久了那可不行，总是见不着人影，回来还要分房睡。于是在一个他又一次晚归的夜里，我干脆抱着被子去书房等他。当他进屋时，我迷迷糊糊的半睁着眼向他伸出双臂，他见状凑了过来，我抱住他的脖颈，他将脑袋埋在我的怀里蹭了蹭，他应当是刚刚沐浴过，身上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沈燕真，日后不许和我分房睡。他在我的怀里笑了笑，胸腔轻颤。好，我捧起他的脑袋，认真地看着他疲惫的双眼，抱怨道，你怎么那么多公务啊？他将被子拢了拢，将我和被子一起抱回来主屋，然后上了榻，抱着我轻声说，我想给阿优最好的。皇子们谁都想登高位，但无论谁登高位，沈燕真都会是他们都眼中钉，因为他有一个手握兵权的舅舅，还有一个名门望族、身份尊贵的妻子。在他决定娶我那刻，就注定无法独善其身，所以他必须去争。在太子沈燕为和于静彤成婚后不久，他就因为结党营私被陛下废了。如今太子之位空着，但凡有点想法的都想坐上去。回崔府看望父亲母亲时，父亲在和我下棋时，我们闲聊了起来。他问我，阿幼，你觉着陛下赐下这场婚是为了什么？我有些迷茫，想和崔家亲上加亲。父亲摇着头轻笑出声，那为何是燕真呢？我有些不解。父亲继续说起，燕真16岁封王，陛下任由他在外发展势力，燕真的舅舅又掌着兵权，如今又让你嫁给他，陛下是在为燕真铺路啊。可是陛下自小罚他罚的最多，也最不待见他呀。父亲笑着伸出手指点了点我的头，爱之深责之切，宫墙之中是要吃人的，在他没有足够的实力下，帝王明目张胆的偏爱才是一把利刃。如今朝堂上分两派，一派是以林家为首的废太子派，一方则是以崔家为首的秦王派。在我和沈燕真成婚的第2年，废太子沈燕为的外祖父林阁老因年迈还乡，林家也渐渐落了下风，但两派之争仍然维持了好些年，直到沈燕真的舅舅将北蛮逐出长城外数千里，让大燕子民站在大燕的国土之上，便能重新看见狼居胥山后，这场维持数年之久的太子之争才真正落下来帷幕。沈燕真成功当上太子的那一年，所有的皇子都被派遣去了封地。受封那晚，沈燕真在东宫的台阶上坐了许久，我在她肩上披了件薄衣，她捏着我的手带着我坐了下来。哎呦，你见过我母妃吗？我从未听沈燕真提起过她的母亲，听舅舅说，我的母妃没有同父皇成婚前，自小长在北地，像只无拘无束的飞鸟，肆意极了。后来一封赐婚圣旨，
他被束缚在了这看似繁华却又肮脏的皇城中。这道赐婚圣旨是父皇亲手求来的，但是他却没有护好我的母妃。母亲走后不久，外祖父战死沙场，舅舅被陷害下了大狱。我一时之间失去所有庇佑，那时我就求他救救我舅舅。可是他为了明哲保身，无视我的请求。那时我便觉得他虚伪极了，明明表面上那么爱我母妃，可是连他唯一的弟弟都不愿意救。舅舅就这么在牢里度过了3年，好在他夺嫡成功了，登上了高位，舅舅被放了出来。可是明明是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，却被妈撒得骨瘦如柴。我看见时害怕极了，也心疼坏了。好在他活着出来了。当时舅舅穿着褴褛的囚衣，我在他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摸着我的头说：“阿珍，日后莫怕，舅舅会在你身后，没人敢欺你。”后来舅舅拼了命在战场厮杀，为他护住河山，开疆拓土。我怨他，气他，恨他。可是今天陛下亲手把玉玺给了我，他说我一直都是他的骄傲。沈燕珍用手遮住了流泪的双眼。我知晓他心中的矛盾，一个从小就不被认可、关爱的孩子，到头来却发现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，只不过是他父亲护住他的手段。我无法替他原谅陛下，我也无法站在他的角度去责怪别人。我能做的只有陪在他身边，告诉他还有我。只是希望所有的矛盾可以通过时间去化解。乾明18年，陛下退位，隐居于普听山。沈燕珍牵着我的手，一步一阶梯登上了那至高无上的位置，受着百官朝拜。哎呦，我去求得你我的赐婚圣旨前，你父亲和我说，哎呦，自小生在富贵窝中，跋扈惯了，可受不得气。我听见此话，轻笑出声。我同你父亲说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崔观仪永远是大燕最璀璨的明珠。如今我做到了。大燕乾元元年，春和景明，紫宸殿外玉阶生香，鎏金铜鹤衔着瑞烟袅袅升腾，文武百官垂手肃立，目光皆落在殿中那对并肩而立的帝后身上。男人玄色龙袍绣着12章纹，腰束玉带，面容冷峻如昔，唯有垂眸看向身侧女子时，墨色眸底才漾开细碎温柔。女子身着笛衣，霞帔曳地，珠翠环绕间，眉眼依旧是当年清河崔氏嫡女的明艳张扬，唇角噙着淡笑，从容不迫，受着百官朝拜。这是沈燕珍登基后的第3年，崔观仪稳居后位，成了大燕朝野上下无人敢轻慢的皇后。而这位皇后娘娘不循古礼，不掩锋芒，把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更把帝王的心攥得牢牢实实。沈燕珍登基那日，便下了一道震彻朝野的圣旨：后宫不设妃嫔，唯皇后一人，同尊共贵。满朝文武皆劝，言帝王当绵延子嗣，广纳后宫。就连崔尚书都私下找过女儿，让他劝陛下莫要如此任性。崔观仪却捧着新妻的羽前龙井，慢悠悠道：“父亲放心，陛下心里有数。再说我崔观仪的男人，凭什么要和别人分？”这话传到沈燕珍耳中，当晚便宿在坤宁宫，将人拥在怀里，低笑出声。阿优倒是直白，本来就是。崔观仪枕着他的臂弯，指尖划过他紧致的下颌线。当年在定安侯府，是谁说要让我做最璀璨的明珠？如今我做了皇后，难不成还要看着别的女人往你身边凑？沈燕珍收紧手臂，将人抱得更紧，温热的呼吸洒在他发顶。别说后宫无妃，这天下女子入我眼者，唯你一人。他说到做到，后宫3000佳丽，于他而言不过是虚设。每日下朝后，第一时间必去坤宁宫，陪着皇后用膳、看奏折。偶尔崔观仪嫌他闷，拉着他在御花园放风筝、投壶。帝王放下身段，陪着皇后疯玩，全然没有半分威严。有老臣不死心，趁中秋家宴进献美女，皆是家世清白、容貌秀丽的世家贵女。崔观仪端坐在沈燕珍身侧，唇角含笑，眼神却凉了几分。沈燕珍察觉他神色微变，当即沉了脸，挥袖道：“朕后宫自有皇后打理，无需旁人伺候。”悉数退回。事后，崔观仪故意逗他：“陛下就不看看，万一有何心意的呢？”沈燕珍捏了捏他的脸颊，语气认真：“在我眼里，阿优是顶好的，旁人赞美也入不了我的眼。再者，惹皇后不高兴，朕得不偿失。”一句话说的崔观仪心头滚烫。他从不是善妒之人，却独对沈燕珍占有欲极强，而他恰好给足了他安全感，用帝王的绝对权力护着他的独一无二。后宫虽无妃嫔，却也少不了宫女太监争权夺利，更有前朝旧人暗中作祟。当年太子被废，林家失势，却仍有残余势力潜伏宫中，妄图挑拨帝后关系，搅乱朝局。一日，坤宁宫长侍宫女送来1碗银耳羹，说是御膳房新制。崔观仪刚要入口，身边的浓墨突然拦下，低声道：“娘娘，羹里不对劲。”一查，竟是微亮迷情香，虽不致命，却能让人心神恍惚。若帝后同时，难免生出嫌隙。幕后之人，正是当年林贵妃身边的旧嬷嬷，受林家残余指使，想污蔑皇后秽乱后宫。宫人皆以为皇后会念及旧情，从轻发落。毕竟林贵妃当年待她不算差。可崔观仪坐在坤宁宫正殿，凤眸微冷，声音清亮：“后宫不得干政，胆敢谋害皇后，挑拨帝后，按宫规处置，杖毙。”牵连族人，没有半分犹豫，没有丝毫手软。那嬷嬷哭喊求饶，崔观仪只淡淡道：“当年太子退婚，我未曾为难林家，如今你们不知好歹，触碰我的底线，便休怪我无情。”沈燕珍得知后，非但没有阻拦，反而下旨彻查后宫，将所有不安分之人悉数清理，还下了口谕：皇后执掌后宫，生杀予夺，皆如朕亲临，任何人不得违抗。经此一事，后宫上下无人再敢造次，人人都道皇后娘娘明艳温柔，却不知她骨子里继承了崔氏的风骨，长公主的凌厉，杀伐果断，不输帝王。而崔观仪整顿后宫，从不是为了争权，
只是想给沈燕珍一个安稳的后方。她在前朝操劳国事，他便替她守好后宫，不让琐事烦她心，不让奸人扰她神。沈燕珍登基之初，朝堂不稳，老臣倚老卖老，新贵蠢蠢欲动，每议事总有争执不休之时。崔观仪虽不干预朝政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给足丈夫底气。一日早朝，有御史弹劾秦王旧部手握重兵，恐功高震主，实则是变相指责沈燕珍重用母家势力制衡朝堂。沈燕珍面色沉冷，正要开口，殿外突然传来太监通传，皇后娘娘驾到。百官惊愕，本朝皇后从不设朝堂，今日怎会突然驾临紫宸殿？崔观仪身着长服，缓步走入殿中，不卑不亢，对着沈燕珍微微颔首，随即看向那御史，唇角勾起一抹淡笑。御史大人可知，当年北蛮入侵，是谁死守边境？是谁护得大燕百姓安宁？是秦王旧部，是皇后母家舅舅，更是陛下亲手提拔的忠臣良将。陛下重用功臣，何错之有？大人不去弹劾贪赃枉法之徒，反倒针对保家卫国的将士，是何居心？他声音清亮，字字珠玑，引经据典，条理清晰，将那御史驳得哑口无言。我崔氏百年望族，世代忠良，陛下舅舅一门英烈，镇守北境。陛下登基3年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大人今日所言，莫不是见不得大燕安稳，见不得陛下英明？最后一句语气陡然凌厉，吓得那御史扑通跪地，连喊不敢。沈燕珍站在殿上，看着身侧女子身姿挺拔，言辞犀利，为她撑腰，为她辩驳，眸底满是宠溺与骄傲。待崔观仪退下后，沈燕珍沉声道：皇后所言即是正义，再有妄议功臣、扰乱朝纲者，严惩不贷。经此一事，百官皆知，皇后娘娘不仅是地宠无双，更是有勇有谋，家世显赫，连带着再也无人敢轻易质疑帝王决策。下朝后，沈燕珍快步回到坤宁宫，一把将崔观仪抱起，转了个圈。哎呦，今日真是替朕长脸。崔观仪搂着她的脖子，笑眼弯弯，那是自然。我的男人，我不替你撑腰。谁替你撑腰？只是以后莫要再闯朝堂了，万一被人诟病，诟病便诟病。我崔观仪行事，何须在意旁人眼光？他打断他的话，指尖轻点他的眉心。只要你信我，只要我做得对，便无人能说我半句不是。沈燕珍低头吻上他的唇，温柔缱绻。是，朕的皇后永远是对的。